生活中总会遇到这样的人，明明事先答应好了，事到临头却突然变了卦，嘴上说的天花乱坠，行动上却差错百出。这些不靠谱的表现，都在不知不觉中给别人平添了许多麻烦。狄更斯曾经说过，世界上能为别人减轻负担的，都不是庸庸碌碌之徒，而靠谱也是给别人减轻负担的一种方式。只有做一个靠谱之人，你所爱之人才会认为你值得托付终生，生意伙伴才会把你看作合作的不二人选，你的朋友才会把真心交付给你。和靠谱的人相处，总是让人无比放心，而一个人最大的能力，就是让人对你放心。纪晓岚是出了名的大才子，也是出了名的为人正直。他常把尺子作为立身处世的标杆，以此来告诫自己恪守分寸，不可越矩。他随身携带的砚台，不仅是因为爱好笔墨，更是为了严于律己。因为口袋中装了砚台，一旦口袋中有零钱，就会和砚台发生撞击，发出声音。若是有人想要送礼，纪晓岚便会拿出砚台来提醒对方，这样的行为是不妥当的，而他也借此从根本上杜绝了贿赂。纪晓岚守正规直的为官之道，也深得乾隆的信任。当时科考制度盛行，不少考生呢都想通过科考求取功名，谋得一官半职，所以贿赂考官也是常有的事。见主持科考的差事有油水可捞，和珅平日里百般的迎合去讨好乾隆，想要谋得这项美差。可乾隆却始终不放心把这个选拔人才的重任交给和珅，而是命纪晓岚来主持科考。为人正直的纪晓岚也不负重托，在一生主持的多次考试中，次次都是亲自阅卷，反复审核。非但没有埋没了有才能的人，还使得品学兼优的人都能够崭露头角。能够在人才济济的清朝中脱颖而出，并且被乾隆委以重任，纪晓岚靠的无非是信任二字。而之所以能够建立信任，往往是觉得对方能够令人放心。因为放心，所以信任；因为放心，所以托付。你一言一行中所透露着的靠谱，你一举一动中所折射出的稳妥，都化作了别人心中的良好形象。让人放心，是一个人行走的名片。在电视剧《那年花开月正圆》中，女主角周莹18岁便嫁到了富商吴家，和丈夫吴聘过着琴瑟和鸣的日子。可没想到好景不长，结婚1年后，周莹的公公因为意外遇难，而她的丈夫遭受打击，更是一病不起，没多久也去世了。当时吴家并无男丁子嗣，一时间周莹变成了吴家的唯一继承人，只能接过公公和丈夫留下的账本和钥匙，承担起打理吴家生意的重任。一开始伙计们听说新东家是个18岁的寡妇，都不太相信她的能力，想要另谋出路。为了调动伙计们的积极性，周莹不仅每月按时发放俸禄，还把每个月伙计的薪酬提高2成，增加年终奖。这样一来，伙计们的工资比扬州商界最低工资都要高3成，再加上分红，在江南一带的薪酬都算1等1的。大家如此一盘算，都觉得跟着周莹有前景，放心地留了下来，全心全意地支持这个新东家。不仅如此，周莹还把员工的收入和店铺利益相挂钩，类似于现在的股权激励制度，店铺越赚钱，员工收入越高。这样一来，员工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，店铺的生意也蒸蒸日上。对周莹的怀疑之情也一扫而空，全心全意地支持这个新东家。当时恰逢战乱时期，社会动荡，商业萧条，不少商家为了牟利以次充好，以假乱真。周莹却坚守秦商的货真价实、童叟无欺的优良传统，令家族生意再次兴隆。卖粮食，他要亲自检查质量，动手筛掉其中的沙土；卖布，他亲自复尺，绝不少客人1寸；卖茶叶，他亲自品尝新陈，确保茶叶的品质。千里贩速，成本颇赶，他却从不加价。就是靠着这样的保质保量，周莹赢得了顾客们的信任。大家都愿意来买吴家的商品，而吴家的产业也凭着过硬的质量和口碑越做越大。
再多的社交手段都不如靠谱。作家池莉说过，靠谱说起来简单，落下去复杂，听起来像感觉，做起来是原则。靠谱的人往往事事力求尽善尽美，不辜负别人，也不辜负自己。而他们身上的这种品质，也在日积月累的沉淀中，逐渐地令他人放心。最聪明的做人之道，就是让人对你放心。人与人之间相处，从来是以心换心。你让别人放心，别人才愿意托付真心，也唯有让别人放心，才能够聚拢人心。3年前，郭子和萧雅一起搭档主持省公司的跨年晚会。因为当时正好是公司成立30周年，晚会相当隆重，而且还有众多领导参加。负责统筹晚会的导演一再强调，主持人们一定要事先熟悉演讲稿，保证晚会环节中不出现差错。从拿到演讲稿的那一刻起，萧雅就开始反复的练习，仔细校正每一字句的发音，注意其语调语音，并不断练习，力求做到声情并茂，能够感染到观众，并带动现场气氛。可郭子呢，却没把导演的话当回事儿。他自以为主持过大大小小几十场的晚会，经验丰富，不必过多准备。到了晚会当天，只把演讲稿看了一遍，便匆匆上台了。结果在介绍来宾的时候，郭子说错了参会领导的名字；在介绍节目的时候，还一度忘词，中间停顿了将近1分钟，场面尴尬极了。多亏萧雅准备充分，熟悉整个晚会的节目流程，这才及时救了场，保证了晚会的顺利进行。两人这一对比，高下立判。从那以后，郭子在关键时刻掉链子的事儿在圈子里也传开了，而小雅的随机应变、及时救场也被众人津津乐道。打那以后公司的所有大型活动都不再邀请郭子主持了，而萧雅却成了公司的台柱子。有人问导演，为什么对两人区别对待？导演说，越大型的晚会越怕出差错，如果你主持的能力没办法让人放心，那谁还敢用你呢？靠谱的人千篇一律，不靠谱的人各掉各的链子。有些人事前成竹在胸，事后却漏洞百出，事前10拿9稳，事后满盘皆输。嘴上夸夸其谈，不如在行动上落到实处。巴菲特曾说，靠谱是比聪明更重要的品质。在工作中想让下级信服，平级尊重，上级垂青，唯有做到让人放心。让人放心的人不一定走得很快，却能走得很远。未雨绸缪才能有备无患，居安思危才能临危不乱。尽心办事，积极成事，是对别人的尊重，也是对自己的负责。你不敷衍别人，别人也不会敷衍你；你不糊弄生活，生活也不会糊弄你。那些你办妥的活儿，都为你之后的顺坦埋下了伏笔；那些你所做成的事，都在为你今后的成功添砖加瓦。让人放心，是一个人最大的能力。好像呼吸一样，那么自然，不需要换算。所以我们相遇在这季节，绝不是偶然。仿佛候鸟一样，飞过大地，穿越海洋。原来所有情节，仔细回想，都是种呼唤。感动过的故事，看过的书，经过的地方，遇见的碰想撞，念的远方，流过的泪光。听是谁在唱歌，还是你心里的盼望？听是谁在唱歌，是我对谁呼唤？哒哒哒哒哒哒哒。
气一样，那么自然，不需要换算。所以我们相遇在这季节，绝不是偶然。仿佛候鸟一样，飞过大地，穿越海洋。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，请点击订阅与分享，也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。感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